你给自己制造了紧迫感，也给选择做了减法，但是你发现，但这一次你不是真的选不了，而是太怕选错了，怕选错了之后被打脸。我说的是真的打脸。我小时候不是很聪明，数学不太好，大人问我4乘3等于是多少，我不知道，但我得说，我得猜一个。如果我不说个数字出来的话，大嘴巴子就呼上来了，所以我可能会战战兢兢的随便猜个数字，4乘以3，9，啪，超音速的大嘴巴子就甩过来了，然后我就开始喷鼻血，不是流鼻血，是喷了满满一桌，还眼冒金星，脑子天旋地转，这还不是偶尔一次，这大嘴巴子每周都得来1、2次。真的不是我不努力，每个小孩大脑发育速度不一样，有的2岁会背唐诗，有的5岁能弹贝多芬。我可能数学方面慢一点，10岁了我还看不中。大人们那20-30年每天都熟练的应用加减乘除，都熟练到形成了肌肉记忆，很理所当然的以为小孩也该会。也许他们小时候可能比我还笨。有一种爱叫做大爷觉得你冷，有种愚蠢叫做大爷觉得乘法很容易，你不会就是你不努力。我这口气10几20年都没有咽下去，我总想着等他们老了之后，我得拔他们管子。直到有一阵子，我去了一个基督教的教会，我不信上帝，只是去学习。我很羡慕那些人，每天都笑脸迎人，每天都活得很充实。我就问这一个基督教的道友，我问你为什么信这个？他说轻松啊，感觉有人盯着我很有安全感，做错了也没关系，做错了会被原谅的。哦，原来做错了是能获得原谅的，而不是获得大嘴巴子的。我那一刻突然明白，他们的自信和阳光，因为出错了也不用自己负责，不用承担后果。原来还有一种活法，那就是不是非要选对，你只是害怕每一次选错都得你自己扛，还得扛大嘴巴子。所以这就是害怕选错型选择困难症。与其积极选对，你更害怕选错，因为选错了会有严重的后果，怕。所以当你选择的时候，你更倾向于安全、保守、已知的选择，而你不会想要去选冒险、激进、未知的选择，那就是情愿放弃这些机会，也不想选。所以害怕选错型的人呢，不适合创业和冒险。还守规，如果你活到了40岁还没有创过业，也没有做过什么有意思的事情，也没有成功，那就回忆一下小时候是谁呼过你大嘴巴子，记得去怪他，全怪他。但我后来想通了一点，像我们这种害怕选错的人呢，不能硬逼自己更果断，你越逼自己越怕犯错，越选不了。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呢，不是让你学着不怕，而是别让犯错那么可怕，别害怕选错了会呼大嘴巴子。比如我先从无关痛痒的小事开始练习，可能会出错的选择，可能是那个我一直想试试但是怕不好吃的外卖，我就果断点一次咯，试试，吃错一次也没事。你得先体验过了出错之后其实没有那么可怕，你的禁锢才会慢慢松动。把每一个选题当作是一个实验，试试看会不会有别的可能。从允许自己选错开始，因为不是每个选择都必须选对的，你不需要害怕选错而不去选，下一次选了试试，看看到底会发生什么。